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大家好，我是雷鸣。我是大家的朋友闫品红。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白燕怡。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那今天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的两对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请两组嘉宾。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王25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小陈24岁，来自河北，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两个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交往3年，一直都没有得到个很好的磨合，始终不在同一个频率上。作为男朋友，他不能一直对我理解和包容，这一点让我很失望。我们一直吵吵闹闹，多少次都在分手的边缘。我不知道我们该何去何从。欢迎两位，你们遇到啥问题了？他这个人特别爱酗酒，然后一酗酒就经常的晚归。他这个人因为特别爱交朋友，但是他交那些朋友就是老一块儿出去喝酒，一喝酒吧半夜凌晨2、3点才回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喝就能喝到那么晚呀，你们。我觉得有时候下了班喝酒很正常，再说大家都喝在兴头上，你说提前离场也不太合适吧。而且我就觉得有一阵儿他就是对我情感特别明显的转变，就是特别冷淡。我想问一下，你俩交往多久来着？3年。3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冷淡？最近吧，最近1年我感觉比较明显，就从他老喝，就是上班以后，后来才发现，就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就是微信上就多了一个陌生女孩的微信，然后俩人就老聊天，然后那一阵儿也不怎么爱搭理我。就是公司来了新同事，然后去加我一下，我觉得很正常这个事情。我觉得一点也不正常。那你们公司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加你啊？不是，你又没看别人的手机，你怎么知道他只加了我，没有加别人？那我怎么不见你跟别的男同事成天处关系？你干嘛老跟女同事处呢？这个有女同事的微信，这很正常。老聊天我就觉得不正常。关键是聊啥嘛？关键是聊什么？对，比如说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聊着聊着可能会聊一些别的事情，就是什么别的事情？就比如说可能说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些方面的。就等会儿啊，他都跟你聊他喜欢什么了？他喜欢那东西要花钱吗？没有，就是爱看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爱看电影之类的。你要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女方要是跟她的同事，就是跟你这种频率的这么去聊，你心里会怎么想啊？我觉得频率可能没有很高吧。我觉得挺高的。而且女朋友觉得聊的内容不像是普通同事，对吧？我问一下我们场下这对情侣啊，问女生吧，如果你男朋友假设啊，你能接受吗？我作为女生我也接受不了啊。我们保留观点啊，先生，这位女士反正也不能接受。咱继续往下说，还有啥事儿啊？还有一回吧，就我们俩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就是就约我们俩出去吃饭。但是就还有一些别人，就有一个人吧，我平时我们俩就是处的不太来，我也不太喜欢跟他接触，我就受不了那个人的一些处事风格吧，我就不想去这个饭局。我跟他说我不想去，他非要让我去，我就特别不理解。不是，你说大家都认识，你也认识，我也认识，人家叫咱俩去，结果到头来就我一个人去，你说想多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了？我就不有一个人我就不喜欢，我就不想跟他去，咋了？那你也不能说就因为一个人，然后你不去参加这个团体的聚餐。最后我也没去嘛。后来我就知道他在那个饭局上又跟人家就是扯闲天儿又喝大酒啥的，喝酒就算了还非要当着那么多人就是说他女朋友哪都不好。我觉得我特别不理解这点，你为什么非要跟大家说我那么多缺点呢？他不是真心话大冒险输了，然后当时又喝了点酒。所以男孩你看注意点啊，你的饭局上也有他的眼线。我觉得他说话总是夸张，然后其实就说了一点小毛病，磨叽，然后拖拉，还有点洁癖，拖拉，对，强迫症之类的。哟呵，这些是真的吗？
我觉得他说话也挺夸张，那怎么能叫洁癖呢？那一个女孩爱干净有什么问题吗？就有一次，然后我下班回来也挺晚，然后到了家之后，我就看到他在那个厕所就擦那个洗手台，擦的时候还告诉我就说，你洗完的时候你把这个洗手台也都擦一遍。然后当时就特别不乐意，我说我下班这么晚了，然后想赶紧就是洗洗然后睡得了。那你顺手擦一下又耽误不了你2、3分钟。可是我感觉很累，我就想第二天早上起来擦一下不行吗？就是你每次都说啊，我现在不弄，我第二天早上弄，结果每次第二天早上他啥也没干，就等着我给他往那儿收拾那个烂摊子，我就理解不了。这其实小事儿啊，这谁擦不擦着，家家户户的小情侣都有这样的矛盾。对，其实我觉得这不算大问题，他非得揪着我不放。但是我就是受不了呀！我看你那儿弄，就是我刚收拾好，你洗个澡，你又弄得乱七八糟，那我的劳动成果不就付之东流了吗？那我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啊！那你再说你顺便摆一下，那不就是顺手的事儿吗？那有什么非得拖到第二天再去弄的呢？不也跟你说了吗？就第二天起来我弄。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包括女孩也一样，她生活当中她有洁癖，有时候她干一些个家务啊，一些个东西收拾，其实可以唠叨，因为2个人一块过日子嘛，可不就是这样吗？那也不能天天唠叨，老叨叨。还有啥他就特别做事情你接受不了的细节？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因为头天晚上做饭嘛，然后我那个调料我就可能放的就是随意一点，就是说没有去摆的特别整齐，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看着了，就直接就是气冲冲的跑到卧室里边，拿着枕头就冲我脑袋上哐当一下就砸上去了。我当时还睡着觉呢。那我第二天大早起给我们俩做早饭，本来就挺为爱付出的。我到了厨房一看，这个整的就是乱七八糟的。那本来我就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那我肯定特别生气啊！我一生气，我肯定要把叫起来，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啊。你叫就叫呗，然后你至于拿着枕头，我正睡着呢，你哐当一下砸脑袋上。还有其他吗？你那天喝酒时候还跟别人抱怨什么了？说自己女朋友不好。就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吧，出去玩每次就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特别赶巧，就每次要么就是在赶飞机的路上，要么就是赶紧收拾，有几次还延误，然后又是改签。你说火车可能说改签比较容易，但是飞机改签很难。不，那怎么能叫我故意呢？那哪个女孩出门前那肯定得洗个头吧，化个妆吧，那得搭配一下衣服吧。出门之前我也没说我就闲着在那玩手机，就故意说那个啊拖延一下，那不就是我也紧赶慢赶的吗？那你定计划的时候你怎么不再早一点？你把那个时间调一个合适一点的呢？女生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吗？知道什么时候是火车还是飞机？都有，火车飞机都有误过。你都是临时告诉他们，哎，咱3小时之后的飞机。我也没有临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出去玩肯定需要做一些计划，什么攻略的，肯定需要提前告知的。提前多久啊？你至少提前1周。姑娘，你洗头要用1周做心理建设。那我今天洗头，我也得今儿早上现洗吧？那很多事情都要出门前现弄的，我也不是说前一天晚上我就都能准备好了，第二天一早上一起门就出发，那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吧，对吧？拖拉这事儿，你们一开始相识的时候知道吗？这个事儿一开始知道，那会儿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拖拉在干什么。约会迟到吗？也会有。你能不等他你就走了吗？我刚开始肯定是等的。刚开始没这么多的怨言吧？但是你这个次数多了，肯定就是不一样，是不是不想去啊？他如果要是他爱干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拖延。你带着他去买化妆品去，你带着他去买衣服去，你看吧，马上出门。那爱干的事他说也行啊，他也不说。他说不爱干的事情嘛，他才会拖延嘛。但你们出门旅行愉快吗？也不怎么愉快吧，呵，就没开心的时候哈。那女方还是每次出去玩的，还是不想去。那去了吗？商量好去哪儿了吗？能统一意见吗？有一次就去西藏嘛，然后我特别想去，然后做了一些准备啊、攻略啊，提前1周的时候告诉他，然后他就特别不情愿。不是，那去的又不是别的地儿，又不是上北京说去就去，那去的是西藏，那海拔那么老高，又那么远。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到了西藏，我可能身体不适应，我出现点什么高反之类的，那多难受！那是出去玩去了吗？那我刚落地西藏就进医院了，那图什么呀？那你这事儿你就说你不想去，你这么长时间你也从来没跟我说过。那我也不知道你梦想是要上西藏啊，你也没跟我说呀。这西藏后来去没去啊？没去了，然后西藏没去了之后就去个近点的吧。我说去泰山吧。头前我做攻略订酒店这些事儿我也问过他，我说他有没有什么要求，要不要看一眼？他说
啊，都行，你都看着定吧。然后等到跟前儿了，他就看到这个酒店了，就有一条差评，然后差评说是卫生不太好，然后他就不乐意了，就想改。我说临前儿了，你都到清明节了，哪有那么容易改啊？不是，首先你说去旅游这地儿不是上西藏啊，就是爬泰山，我身体素质就爬不了泰山那么高的山。再说我们俩爬个泰山已经很累了啊，到了晚上就因为酒店卫生问题再休息不好，那不还是挺难受的吗？你这姑娘，你想去哪儿？对，我就想去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化的一点。再具体点，就比如说什么上海啊、什么南京啊这种地方，就是那你说呀，你安排呀，跟他说呀，他问过你的，你说都可以，你定完，定哪条都不行。那我不就是想让他就是能一下就是想到我就想上那种地儿吗？啊，你想找一个懂你的人。对啊，不用说他就知道你想的是什么。那你都相处了3年了，那这点默契也没有吗？你看我平时我也不是特别爱那个体育运动。你们去过什么南京、上海这些什么时尚化的城市旅游过吗？啊，也南京、上海别的城市去过。去过大城市旅游过。啊，对。后来这泰山爬了没有呀？爬了呀，我还是最后陪他去爬了吗？这不也是啊？那酒店换了吗？酒店没有换，就是你临近假期你换别的都是满的呀。那这次旅游愉快吗？一点也不愉快。他光说他做攻略，然后这个攻略也没做好，最后那爬泰山的时候那路线也不对啊。本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爬山，结果就多爬了一大截，我就是累的已经不行了当天。然后我就想让他给我拍几张照片吧，然后拍完了以后我一看，我真的很不明白，把我拍的就跟那个什么妖魔鬼怪似的，越拍越生气。后来我们就是在半山腰吵上了，怎么哄也哄不好，那么多人都看着呢，反正我觉得挺丢人的。然后人家就直接放弃我于不顾了，最后还是我自个儿下的山，一点也不考虑我的安全问题。那我想拉你一块走，你也不走啊？那我不是生气了吗？听出来你们干啥都吵一肚子架，没个高兴的时候。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过周年的时候，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嘛，然后就头前差不多1周计划，然后就把这个事情都计划妥当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然后微信都不回。我不是昨天熬夜，第二天补觉的吗？那肯定接不着电话呀。你第二天你周年纪念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呀。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睡啊？那我也没预料到那天就熬夜，那每一个熬夜也不是说有计划性的，我今天就要熬个大夜。你熬夜干啥了？看小说。哦，嗨，我以为什么单位加班啊，没办法熬夜。女儿说我看书、看小说、看小说。对，然后不是姑娘，你对于第二天你们的周年的这种仪式化的没有期待吗？我觉得我挺期待的，但可能就是期待的睡着了，确实熬夜熬得太晚了，一直看到凌晨4点，就是再怎么期待，他也是醒不来，起不了床。那你下午醒来总得回个电话吧？你们这周年当时过上了吗？没有过上，我当时在外边等了差不多1上午的时间，然后天也特别热，然后最后给他打电话、微信都不回，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东西就扔边上就走了。啊，你还准备了礼物？对啊。最后我连个礼物都没收到。那你觉得没收到礼物这事儿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各有问题吧。他的问题在哪儿？那你没等到我，你就拎着东西回去呗。他等了1上午。对啊，那你等1上午还没等到，你就赶紧回去呗。那我这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持续性的事情。他要是不等你回去了，这是不是问题？他要是不等我回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明白了，停。云龙老师，我问个问题啊，如果你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她不接，本来你是定好了今天要有一个活动的哈，您的反应是什么？我肯定是很担心。对，担心，对不对？很担心。哎，可这2个小年轻都没有这个意识。一个说你应该回去，这个就走了，你不担心出点什么事儿吗？能有什么事儿啊？小伙子也不担心。刚才听半天都是女生要求这儿要求那，是吧？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你有什么要求吗？就是你们商量过什么事是你想做出的主张？就是别让他那么强迫，别那么拖了。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跟他说想养猫，就死活也不同意。首先他养猫这个理由我就觉得不太成立。他说工作压力大，需要养一只猫来排解。
那我觉得你有一个女朋友，不就是排解你工作压力的一种方式方法吗？再说你又知道我有点洁癖，有点强迫症，你还非要弄一只猫在家里，那不成天就是逆反心理，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哎，女生，你刚才说的第一句特别好，你说他有一个女朋友就可以帮他缓解工作压力，在这方面你做了什么？我觉得我就挺帮他缓解工作压力的。比如做早饭，早晨把枕头扔在他的脸上。那我扔他之前不是还为他做了早饭吗？你看我说做早饭，那是为爱付出。那我不是他非要爬泰山，即使我不乐意爬泰山，我也陪他去爬泰山了吗？那你不也跟他吵了吗？那如果没有后续的事情，我也不会吵，也不是说我为了爬泰山你不勉强自己去陪他爬泰山，不也就不会吵？那我这不是也想帮他缓解压力才去爬泰山了吗？啊，那如果泰山爬得顺利，这不是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没准我还以后就爱上爬山了呢。我明白，就是我想替他缓解压力，虽然我每次执行过程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伤害，但是我真的初心是想替他缓解压力的。虽然你看我初心多好，给你做早饭，虽然结局是拿枕头打你。我初心多好，是想陪你去爬泰山，虽然结局是各自下山，我蹲地上不起来，就是初心很好。你觉得你给他带来的压力多还是安慰多？我觉得安慰比较多吧。我觉得产生的压力也不是说由于我一个人就导致我就蹲地上不起来，那也是不成立的。那肯定是对方也有过错，然后我们两个都产生了摩擦。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压力多还是困扰多？压力更多一点，尤其是在特别累的时候，就还要去做一些那些有的无的事情。你看这个感受在每个人身上哈，女孩觉得我挺付出的，男孩觉得我就挺有压力的，还有点委屈。这个女生对男生听起来挺不满意的，也没有说不满意吧，就是说，我就说为什么不理解我？就是很多事情你只要站在我的角度上稍微想那么一下，就不会有后续的摩擦了。那还有啥让你觉得他特别不理解的地方？我妈妈也不是很喜欢他吧，就是交往了这么久。首先你这个逢年过节的，你也不说去看望一下老人啊，唯一去了那么一次，你还两手空空，这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吧？那他去看了一次，你妈对他什么印象？不好呀，一点那个人情世故也不懂，也不太会办事儿，然后觉得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上进心，就是未来前途也比较渺茫。这个没上进心是怎么看出来的？可能是没拿东西。我妈出于人生的经验吧。人生的经验。看这小伙子长得就像没上进心似的。有可能吧，反正就是觉得。就是一个人，就是你但凡是有点想做出一些事情，你肯定是比较有想法、有主见那种，你肯定就该知道怎么和人来事儿，就不会两手空空的去拜访我妈。就落在了就没带礼物去。我去，我也给你带东西了，不就是？那我是我，他是他。不是那天能详细讲讲吗？那天发生了什么？他过生日，然后。我是从别的城市过去，然后就拎着蛋糕和花去找他去了。当时也没有说就是去他们家吧，就是恰巧碰见了。你说就是让上去，碰见谁了？碰见他的妈妈了。对对对。所以你这次不是刻意的去专程去拜访他的父母的。对。哦，这个你有没有之前跟他说过呢？哎，这个时刻我的父母在家，你要怎么样？那这个事儿还需要我再指点的话，那要一个男人有什么用呢？那事我还都教他一遍呀。你去看过他的父母吗？没有呀，人家父母也不邀请我去看，我干嘛过去呢？他去你们家是你妈妈爸爸邀请的吗？也不是啊，但是你都明知道你今天会到我们家楼下啊，你还不上去就是放点东西，那也太不合适了吧。他是要去你们家给你过生日，还是邀请你到你们家去接你出去过生日？接我。所以这次不是专程去拜访你父母的，对不对？对啊，可是你都到我们家楼下了呀。哎呀，行，能这么顺便看看你的父母吗？有这么随便吗？那怎么能叫随便呢？啊、那你都到了家楼下，你不说上去拜访一下，那也太不礼貌了吧？他没有做拜访的目的，也没做这个准备。你让他上去，他说我没有带礼物，就是因为想不到这点，所以我妈才觉得这个人为人处事有问题的呀。姑娘，你有你的逻辑啊，你有你的坚持，还有什么不满的？你说这个头疼脑热的，对你照顾的怎么样？刚开始谈还行，也是比较殷勤主动的。然后就工作以后我有一次就是肚子疼，中午跟他说，我说我肚子疼，那个下午得陪我去医院啥的。结果人家跟我说，我得跟朋友吃饭，稍晚一会儿。
然后结果我就一直在等他，等左等右等也等不来。我给他发消息问他，就是怎么还不来？他说还在吃饭，还在聚餐。你有事儿的时候，你就是简单寒暄一下，你就赶紧呗。再说我这儿疼的挺难受的，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去的医院，人也没个人陪我你在那儿跟你的朋友联络感情，那咱俩这感情你还准备联络吗？以后不是说这事儿赶到这儿了，我也不能说你赶紧走吧。就是我女朋友就是肚子疼，我得跟她去趟医院。怎么不能说呀？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人大老远来了，我也不能撵人家。突发了事件，你的恋人病了，人家也提前跟我说了，我这好长时间没见了，我撵人家多不合适。来问问我们这个年轻小伙子，跟你差不多大，我看来这位先生，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如果是我的话，我感觉这小伙子做的没错。有支持你的。我觉得真的这两个人第一年轻，你们中间的这个默契度几乎没有啥默契度。我听了好多的头里边这一个都没有啥默契度。其实我更希望你们两个人往后走能够走到什么亲情就这种互相彼此都离不开，互相体谅，互相尊重，还有责任心都应该需要加强。尤其是男方这位一样，其实刚才说他肚子疼，然后我的角度的话，那肯定是女方肯定是最重要的。俩人还想在一起吗？我觉得他这个毛病改不了，我觉得没法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要说句实话你们二位社交模式不同，他就喜欢出去喝酒去，我就希望不管他怎么社交，他都以我为中心。到了楼下就得上来见我妈，咱没说好见你妈，对不对？你们两个社交模式不同，你们两个娱乐模式不同。他一来就名山大川，我这儿就想去现代化城市。你们两个娱乐模式不同，你们两个生活细节的要求不同。他可以允许那些调料瓶子摆不齐摆一夜，他睡挺香，我受不了。彼此又不能在小事上允许对方有自己的空间，那么你们二位是不是要继续？如果要继续的话呢，勇气可嘉，但是你们要面对天天这种小摩擦，慢慢来，且着呢。其实你们俩相处到今天我觉得不是说谁的问题大谁的问题小，是你们是两个完全希望按照自己方式生活，完整我们个人感受的两个很像的人。3年了还没有磨合成说我们彼此退一步，知道我女朋友就爱干净爱整齐，咱为了避免小冲突，虽然咱不喜欢咱也尽量去做一做。女生也没有调整成说我男朋友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半夜喝酒回来了，我是不是能问一句难不难受，我给你盛碗汤熬个粥。你们俩都没有为对方去退一步，所以如果还想在一起，请彼此退后一步，才有机会真的在一起。其实我挺心疼这个小陈妹妹的，因为小陈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自己，但又特别渴望自己被别人喜欢的女孩。她不会看到她得到的是什么，她看到的是她没有得到实现满足的那部分是什么。她对于这个不被喜欢的自己特别的恐惧和悲伤，所以她要用外在的完美来去证明我的不被喜欢不是真的。可是不管是小王还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小陈，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那你总能在你身边的人身上看到他对你的不尽人意。而对于小王来说，一个25岁的可能被妈妈照顾得很好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还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不是彼此的享受，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的在最困难的地方的支持和包容。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真爱，只是校园的一场孤独的陪伴，那或许也不必勉强。其实我觉得你们俩真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小王要思考一下，你真的爱这个女生吗？小陈，你要思考一下，她真的懂你吗？真的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吗？你明明不想去某一个地方，你不直接说，你希望他能够懂你，所以他一旦不懂你呢，你就会拿出拖延呀各种理由去推掉这次活动，但是你又不得不去跟他做。为什么？
你想让他懂你，并且你想在他心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包括你即使你忍着痛要等他送你去医院，不是你不能去，而是你希望他在这件事情上他能够体现出他的价值。还有，明明他是来接你去过生日的是件好事儿，可你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在你的母亲面前呈现出他的那种价值感，你都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你又不是太善于去表达，这个人不懂你。我觉得你可能要听听你母亲的话了，但并非不是他不上进，而是他真那个心里啊没有想去了解你的冲动。男生啊，很难让我相信你真的爱这个女生。当女生生了病，你却还在能够坐在和朋友的这个餐桌上，我觉得你不爱她。如果你真的心里没有她，走是最好的。就这样。那我们请两位先下来休息，我们听听这对嘉宾有什么样的困惑。来，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0岁，来自山西，待业；宋女士24岁，来自山西，家庭主妇。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没有给我足够的情绪价值，我生完孩子之后，他对我不闻不问。我现在上班已经很累了，回来就想歇一歇，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啊。不仅不管我，连孩子都不愿意主动照顾，我还跟他过什么？我在上班，他在家里连孩子都照顾不到吗？反正我觉得他这就是态度问题，哪有他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每次想解决问题，但是他总冷暴力我，每次都是我在忍让，现在我不想再忍让了。你们是夫妻俩？对。哦，这结婚多长时间了？结婚3年了。3年了，有娃吗？有，孩子1岁多了。这遇到啥困难了？就是我俩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吵架，然后让我感觉到非常疲惫，有时候吵架吵得我都想离婚了，我都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开始结婚就是个错误。哎呀，这么严重？这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呀？当初我们俩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也算一见钟情吧，然后就相处没到半年，然后就结婚了。一开始还挺好的，相处的时间久了，问题就暴露了。我在坐月子期间嘛，因为生完孩子嘛，用激素水平下降嘛，情绪就波动的比较严重一点嘛。他就是晚上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呀、喝酒、打台球，然后就把我孩子扔在家里，半夜了都不回来。我就觉得他很不负责任，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月子期间，你都不能理解我一下吗？那咋就月子期间这丈夫你就不守在自己妻子孩子身边啊？因为那时候我不是上班嘛，比较就是辛苦一点，跑车，然后是回来就是1个星期，他不能在家里待2、3天，然后我回来我说是当时我妈也在，然后我说我妈在这儿就替他就基本上就照顾好了，然后我也没说是像他说的天天每天出去晚上出去喝酒打台球，我这白天在家里就是在家里陪着他，然后晚上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还跟他申请一下，我说我晚上出去喝点酒，我说你看你行不行？他说可以，然后我才走。我跟他说，哎，你2个小时之内回来。但是2个小时之后呢，给他打电话他听不见，然后回来他就找各种理由借口，说什么手机没电了，手机静音了，然后没听见之类的话。是月子里是吧？对。我也挺及时回家的呀，我也没有说是他说是12点之前回来，我就必须过了12点之后再回来呀。咱统计一下啊，月子嘛哈，这个女性母亲比较特殊的一个月，很辛苦，然后激素水平有发生变化。那咱统计一下这1个月30天哈，这丈夫回来了几天，又有几次出去吃饭喝酒？我这1星期是在外面最少是待4天，在家里只能待2、3天左右。这2、3天你有几天出去喝玩？差不多有1天到也就是2天，最多2天。4天在外地，回来3天。3天白天陪着老婆孩子，3天当中有2个晚上是出去玩的，是吧？也还好吧，还好吗？他也不是机器人，他难道不需要一些自己的放松吗？关键是我在月子期间呀，不是，那也得分时候啊，这是月子里啊。但他白天不在家陪着呢吗？他白天在家。你们男的咋这样啊？月子期间你1礼拜回来就3个晚上，还2个晚上出去陪人去，那换我也生气。3个白天不在家里，你白天在家里是干什么？对，白天就是在家里陪着他呀。他白天在家只会玩手机呀，从来也不过去主动和我聊天呀。他明明知道我情绪不好，也不会主动安慰我呀。毕竟我给你家生了个儿子嘛，你来一点点
就是可怜你老婆的心都没有吗？所以你白天是在家里玩手机，不是陪她。我是在家里玩手机，是玩手机，但是我陪她的时候，我是在她旁边，我跟她聊天，就是说不到3句话，她就要跟我吵，我在害怕吵着孩子。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在她旁边坐着，她只要见到我就行，我只要不离开她视线就可以。对呀，那你晚上也出去太多了呀。就我确实听到这个，我个人观点，我挺上头的。这大晚上2晚上出去玩，我坐月子这么辛苦，这么难受身体，对吧？产后激素水平啊，包括你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呀？顺产。顺产还好一点，那整体都是个很不舒服，需要爱人陪伴的时候。你说我累，我得出去玩，你就坚持1个月就咋了呢？对呀，我生孩子更累了，我也没说我要出去呀。虽然陪伴在我身边，但是你也得时不时的跟我说话呀。我跟你说话，你也是爱答不理的。他对孩子好吗？说到这个，我更来气。他对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也就算了，他也没有当一个好爸爸。就是我和孩子在家，就是我每天照顾孩子，然后又要做家务，让他照顾一下孩子，他总是等一会儿。都是嘴上答应了，然后不行动，要不就是抱着孩子，孩子哭了，他就会说，哎，孩子哭了，快去找妈妈。他从来不主动说哄孩子呀，去引导孩子，不让孩子哭。他哭了之后，他要找你，那你说我怎么办？那你不会哄他吗？你可以给他一个玩具呀，引导他呀。我也在哄他呀，我也给他东西了呀，给他东西，但是他不要呀，他就是要找你。那就是因为你陪伴孩子的太少了呀。那我也得上班啊，我上班回来我也没说不陪他呀。你先生挣钱吗？他挣钱。挣钱给你吗？你管钱吗？我的钱都是他管，然后他会给我。对于家庭开销，你和儿子的开销，他大方吗？挺大方。那这算好爸爸的一个衡量标准吗？我感觉当一个好爸爸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嘛，需要的是陪伴，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不能说，哎，我是爸爸，我就只给孩子钱。你们家孩子现在几岁？孩子1岁吗？孩子1岁。对，1岁的孩子主动追爸爸的情况多，还是主动追妈妈的情况多？你有了解过吗？就是反正孩子就是不爱跟他玩，他每次就抱着孩子。他没奶呀，他有奶，他肯定也跟他玩。不是说吃奶去找他吗？他可以有别的换尿布呀，这些你也可以帮忙做呀。因为我家这个我妈对他这孙子也亲嘛，基本上就是他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然后我孩子这边就是换尿布了，或者是就是吃奶粉了什么的，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人家就直接就给干了。对，这个兄弟说的是，我都插不上手。对，因为咱那好，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对啊，我在家里就是去卧室里面陪他，然后是抱孩子，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也心疼呀。可是我抱到手里就是差不多能抱10几分钟吧，那就哭的就不行，我也不能一直看他哭呀，我得聊他呀，我逗他人家也不行，然后我就给他。他哭了你都不会哄他，你说你怎么是个好爸爸？我哄他，问题是他不听，他太小了，我哄他听不懂，他不听呀，那我怎么办？他1个星期4天不在家，突然间回来，一个陌生的男人抱起这个儿子，那个孩子就等于突然间陌生，因为他还不形成常识记忆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总是遇到一个陌生男人，又是什么一个胡子拉碴了，把我抱起来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宋来说，其实就这个你需要也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婆婆因为一些事情，去外地了嘛，然后家里就我和她2个人嘛，然后她那段时间，就是也不帮我做家务，我还以为我婆婆走了，她可以担起家里的责任嘛，帮我分担一点家务啥的。哎，她居然没有，和以前一样，还是每次吃完饭都坐在那儿不动了，等着我去收拾。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哄孩子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孩子换了的尿布他顺手扔了，洗完衣服他也不会说主动去帮我挂一下，每次都是我叫你，哎，老公你帮我搭下衣服，叫几声他可能会说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等我哄好孩子了，过来之后才发现衣服他没晾，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也没有说是什么都不干啊，我要的是你的主动干和我要求你干。那我也主动干，我一拖地，你说你这地拖的就不行，都不怎么不干净，我感觉我拖的挺干净，你就说不干净，但是你主动做完之后，他不落好呀。那你做不到我的心坎上。他到底是不做，还是做不到你心坎上？他做是做，但是他也有时候做不到我的心坎上，我看了反而更生气。就像他洗个碗，他只会洗碗，他不会顺手把那个洗碗池给擦了，然后我看见我就非常生气。不是，那他大头做了，你把那小头稍微最后收下尾，这个不行。
我就感觉这就是一系列的活儿呀。我感觉洗完碗顺手擦一下很正常的事儿呀。谁定的这一系列的活儿？就你们刚才2个姑娘都这么言之凿，这不就应该怎么样呢？谁定？我定的。那你定的，为什么他就必须得心知肚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啊，他对我的喜好都有了解呀。你爹都不一定对你的喜好有了解，他为什么才跟你半年就结婚了，然后他就得对你？因为我生了个儿子。哎呦，了不起了嘞！因为我生了个儿子。对呀，我为你家做了那么大贡献，给你生了儿子，你来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这事儿很重要，我要生了一女儿，我可能就温柔多了。不呀，我给他家生孩子我就做的最大的贡献。要是他家，那你为什么反复强调我给你家生了个儿子呢？因为他家一直都想要个儿子呀，我正好给他生了个儿子呀。所以咱们贡献特别大，对吗？对呀，我给他家生孩子就贡献特别大了。哎，这一直说婆婆在跟着你们生活是吧？这婆媳关系怎么样啊？我和我婆婆挺好的。哎呦。哎呀，这算听到一好事儿。我每次想吃啥，然后她都会主动给我做好。比和我老公关系都好一点。那你要比如说和你老公发生一些这个小矛盾、小冲突，会当着婆婆面吗？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住了，可能就会。那这个时候婆婆会怎么弄？怎么处理？这时候婆婆也会向着我说话吗？哎呀，她好幸福哈！那婆婆怎么后来不跟你们一起住了，还是怎么样？她因为我家里她还有个弟弟嘛，因为我小叔子要结婚嘛，然后她出来工作了。这1岁多的小孩，那平常要头疼脑热的，这个你自己带着去看吗？还是你们怎么处理啊？他更不靠谱了。有一次我孩子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嘛，得了肺炎，高烧不退嘛，我和他就是抱着孩子从凌晨12点排队到早上10点多，好不容易挂上号了嘛，因为那个要化验，然后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呢，就是情况有点不乐观嘛，医生就想着让留院观察嘛。当时住院要交2万块钱的那个押金嘛，他却拿不出来，我们就回到老家给孩子治疗了嘛。开大车没攒点积蓄吗？谁管钱？我管钱。他虽然说是干长途代驾，他每个月挣的钱光够我们生活开销，然后攒的话也没有攒下多少。所以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啊。那你生老公的气干嘛呢？是因为我就觉得人家都可以过得更好，为什么我嫁个老公，孩子生病了，来2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呢？这是你3年前就应该想的事儿。你老公3年前和现在应该区别不大，所以说这是你选的男人，就得认可现在的现实生活。所以我就一度怀疑是不是我们俩开始就是个错误的。哎，你这个思维上这个逻辑啊有点混乱。后边就是孩子回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过敏体质嘛，体质比较差，后来就得了那个轮状病毒了嘛。然后他那时候在外地出差嘛，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可以陪我和孩子去医院嘛。当时家里就我和他奶奶2个人，我又惯孩子也没办法去医院给孩子挂号嘛，然后他奶奶只能就是去医院给孩子挂号排队，好不容易挂上号了，他临时有事儿回不来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孩子病已经好了，我就感觉他一点也靠不住。他有什么事儿？我上班啊，我上班挣钱啊，那加班那临时加班那我说了也不算啊，那老板打过来电话我得去啊，如果不去的话，那这工作就没了呀。他在外边挣钱，这不分工挺好吗？但是他临时有个加班，那他不得挣2万块钱吗？要不那2万块钱挣不回来，你不是又跟他急吗？但是他怎么做都不行。孩子了呀所以姑娘，认清现实。还是那句话，你是让他出去挣钱，还是照顾孩子？别2头你都生气，这日子没法过了。但是我就感觉这工作比孩子重要。那你娘家人关键时刻不能搭把手吗？我是远嫁嘛，然后我娘家人也不能及时赶过来嘛。但是我那天给他打电话了，他正在赶来的路上嘛，因为距离比较远，他需要时间嘛。你妈妈是吧？对，我妈妈和我爸爸都来了。哎呦，我觉得你真的，我听起来好幸福，婆婆跟你关系特好，从来不生气，你俩吵架向着你。你老公的奶奶那么大年纪了，跑来还帮你挂号是吧？然后再不行，你爸妈从老远地方还坐车，2人都来。那这除了带孩子，你们有矛盾？你们俩相处的怎么样？除过孩子的事儿，有一次就是我过生日嘛，我想让他给我准备个惊喜嘛，然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脾气特别冲，然后就在我俩沟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气儿撒到我身上了。他当时生日的时候，因为我是记差日子了，你老婆生日你记差日子了？因为那2天我事太多了，当时是一直跑的长途，
我那意思就是尽量跟老板说，就是尽量让我跑这个短途，就是300-400公里这个细节，就是你跟你老板反正吵起来了，对吗？对对，吵起来了，正好是赶上那时候就是气大，我不是在那边那个卧室躺着吗？他直接进门就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意思就是我在外面打完电话也不理他，也不怎么着。就是你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说我怎么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啥日子也不是，也不过年也不咋的呀。对。然后我俩就开始吵着，孩子就醒了嘛。醒了之后我抱着孩子嘛，然后他就特别生气，把孩子从我怀里抢走，然后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滚，你给我滚出这个家！”他明明知道我是远嫁过来的，在这儿来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居然让我滚，我感觉非常寒心。然后我没办法，我只好在离家不远的小公园里坐了2-3个小时嘛。然后他在这3个小时之间，他也没主动找我。然后后来我是因为担心孩子嘛，然后就回家了。到最后也没说明白他今天生日呀。哎，但是这件事情证明了一点，你是可以一个人带孩子2-3个小时的。你老婆出去到了街心公园坐2-3钟头，你都不带找她的，孩子在家，孩子这时候是你带吧？不，我带不了。那谁带？我妈。你为什么敢把自己老婆轰出去？因为那时候在气头上。因为你妈在家。对，他你知道把老婆轰走2-3个小时，咱们家娃有人照顾，对不对？所以家里有老人时候还能过，家里老人不在了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还没讲明白吗？他就是一个妥妥的妈妈。你们就是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结了婚，你们结婚以后所有的矛盾冲突，所有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全是家长。他每次说我不考虑他的情绪价值，可是他有的时候他尊重过我吗？出去喝酒，我是带上他去聚餐。你像我喝了酒之后，都不是男人嘛，之前都是爱吹点牛。当时就在那说李哥，你这就是每个星期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请吃饭，你这挣下钱了，这挺有钱啊。他这就不愿意了，你哪个眼睛见他有钱了？那你看他现在过成什么样？你看你自己，然后反正说那话可难听了就。那我觉得真正的朋友说这几句话应该没事儿吧？除非你交的就是狐朋狗友。我怎么交的狐朋狗友了？他这一说都冷场了，满桌子人都瞅他一个。那肯定啊。这啥意思呀？这是？你月收入多少？我一个月就是大概就是在6000左右吧。那花在这种应酬或者叫非必要的这种支出方面，大概是多少？我不去饭店吃饭呀。我2个面包3块钱我就完了呀。我说的是非必要的支出。他那意思是他把平时的饭钱给我攒下来，我请朋友吃饭呀。然后请朋友吃饭。不是，那不行。你既然能够省自己的这个口粮，你省出来是为了你跟朋友之间的这种交往，这就是不对的。你省下应该第一考虑的应该是家里啊。他已经把全部都给家里了呀，省点钱自己娱乐一下不行吗？我弱的问一句。哎，好问题，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点上关注呢？你看咱们赞助商叫广电汇家，这个汇是智慧的慧。现在诚然，刚才听到你们说2万块钱的住院还住院的押金都交不出来，我觉得这个生活已经到了什么？需要你们精打细算，2个人要好好合计合计了。此时，白老师。严老师，那他省下这个饭的动作，是为了说我跟朋友们更多的应酬，还是应该多去想想家里的那些事儿？咱们广电赞助商的这个 slogan 啊，有4个字特别好，叫共享欢乐。你们欢乐得共享啊！哎，老公，你想的是省那点钱，是自己和朋友能够欢乐欢乐，也不过分。但是共享这个共字儿很重要。我每次就是我跟朋友吃饭，我邀请他，不是去，但是他不去。对，为什么？人家不觉得，因为他去了不开心，因为他脑子里时刻想着2万块钱孩子的住院押金交不起，你去掏钱请朋友们吃饭喝酒，他不愿意，他心里疼，这你能理解吗？上回孩子住院那2万，最后谁掏的？没有掏2万，回老家了，回老家治疗了。回老家了。对，回老家是谁的老家？回到我那儿了，山西运城。山西运城的医院不要钱，我们当时有社保卡。哦，用的社保卡，明白了。我怎么听说还有这个兄弟帮忙也产生矛盾了呢？对，你像就是上一年孩子不是生2次病嘛，然后就是我们2个就是过得不是太那啥。他孩子要是不生病的话，就是大钱拿不出来，就是小钱手里还能攒点，就是吃喝肯定是没点问题。然后孩子一生病，然后我们2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说难听点就是快断粮了。然后我老妈就是看着就是有点就是心疼，问我弟说你手里没有闲钱，先给你哥拿点，你哥现在手里就是过得比较困难点。当时我都不知道，
直接就是给了他了，给他转了2万块钱，他也不跟我说。我不是弄那个游戏嘛，往游戏里面充这个装备，运气好的话抽这个，如果好装备的话，可以折换成人民币，赚点外快。那怎么了呢？动这钱了？当时我身上没有钱嘛，我说拿他手机给充一下。我一看，他手机上我说怎么这么多钱啊？就1万多块钱，小2万。当时我们俩加起来也没有这手里都超不过3000块钱，怎么这么多钱啊？我就问他说我弟给转的，他给转了2万。我转2万，要是能不用的话，尽量就别动人家钱了。然后他说他给他妹转钱了，他妹不是上初1嘛，年纪太小，你给他转个几十块钱、100多块钱、200块钱，就是零花钱，这很正常。他给转出去5000块钱，你不跟我商量？干啥？一初1小孩要转5000？零花钱，他零花钱5000的零花钱，因为你们家是没有钱了，对，所以找人家借给你的钱，然后你转手把1/4给转给了你妹妹做零花钱。这男方1个月的工资才挣6000块钱。这呀，我觉得我作为家里的老大，有必要帮助妹妹呀。咱能先把咱自己家过得有智慧吗？但是我妹妹有困难了，我也得帮助呀。她什么困难？有时候要买学习资料啥的，她找我要，我总不能说我没有吧。你们家孩子看病2万拿不出来，你给你那小妹妹零花钱买零食买玩的，顺带买一些学习物品要花5000呀。这幸亏这钱那是别人借给你们家的钱，幸亏你们家钱不是你管，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给到你妹妹这么多钱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即便想给，你认为那在你的价值系统里那就是应该的，那请问你跟你先生商量了吗？那毕竟是你们2个人借来的钱，你商量这么大一笔资金的走向了吗？我觉得我小叔子把钱给我，我就有权利支配这个钱，而且我每次转的金额都比较少，也没有理由跟他说呀。你多久转了5000？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左右吧。半年你都没告诉你老公，小叔子给了你2万块。我就觉得给了他也要花，所以我就还不如攒着。这孩子也1岁多了，这个家里边也经济挺紧张的。这女方想过出去工作吗？也赚点钱？想过，我最近就是想把孩子就交给我婆婆管，然后她就觉得吧，我就应该在家带孩子，然后就是必须做好一个就是家庭主妇的这个角色啊。她不让你出去上班？对，因为她想要个2胎，我不同意，我就想着还要2胎，现在是时候吗？你像我这个就是家里不是兄弟2个嘛，我这有什么困难的话，就是兄弟可以帮一下。我不希望就是以后就是等我孩子大点儿，然后我们2个就上了年纪，孩子结了婚之后，他照顾2家父母4个人太累，就是有个兄弟帮衬的话，他估计要轻松的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经济状况不适合生老2呀。他考虑的不是经济状况，你婆婆今年还干得动吧？你婆婆是多大年龄了？能问一下吗？50啊，那怪不得呢。身体是不错。其实这你们俩还真应该好好商量，就是从这个婆婆能帮衬这点来说是可以。但是你们的经济压力可真是翻倍啊！我们小王和小陈什么感受啊？我觉得这个男孩就是方方面面都没有做好。你看这1周，他竟然要出去4天，不能回家去工作，结果在事业上你连2万块钱你都没掏出来，说明你工作也没有做到位。那你在生活方面呢？你连老婆的生日都记不住，那说明你这个在生活对老婆也没做到位。那你作为一个爸爸呢，你这个孩子你也看不了，你也不会看，你说明你在父亲这方面你也没有做到位。你说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吧，他这事业也不行，生活也不行，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失败。来吧，老师们给一些建议吧，云龙老师。真的，我还是希望2个人，刚才我说的是，确实是组合在一起有点唐突，互相对方的了解的还没有那么深刻，然后就一见钟情嘛，啊，这个也是好事其实。但是呢，2个人想往后走的话，互相呢都有各自的责任，因为你们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组合，男方上外边主外，女方就是主内，对不对？就是把功啊都分得清楚了，都是一起积极向上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我认为他的家人真的对你们这个家庭帮助真的太大了，很难得，应该珍惜。2个人互相的再去了解，再去体谅，责任心各个方面都应该去加强一点，为了一个家庭，还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宝宝，积极向上。李先生，您觉得
您的妻子跟您的妈妈他们没结月子仇，您觉得这事儿普遍吗？我感觉也不是太普遍吧。你觉得你有运气吗？我感觉我的运气占了80%，不错吧？知道这是幸福吧？对，宋女士，你觉着有这么一个只帮忙不添乱，能容忍你在家里踹门的婆婆，你觉得是运气吗？是，我觉得是。你觉得有这么一小叔子是运气吗？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从你们家到这儿来帮你们，这是运气吗？是。你们俩弄明白了吗？你们俩现在的生活运气多好，你们两个的幸福就差俩字儿：长大。你们俩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算账。两口子一个月一共多少钱？咱把这钱多少花在哪儿？算这账，算明白了。然后呢，你再去想，背着老公给自己妹妹5000，这事儿应不应该？您呢，再去想，我儿子2万块钱住院费我都拿不出来，我还天天在外头给人家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儿还能不能做？另外呢，关于什么往游戏里充装备的事儿，您觉得您在这事儿上运气能有多好？能好多久？因为这个游戏我也不是说是每天都在充钱，或者是隔10天半个月在充钱啊。我算过充多少了吗？算过。够2万吗？加起来差不多多了。哦，原来不给这游戏充钱，咱们家儿子去医院有住院费来着。所以回去第一件事算账，而且记住了惜福。你们俩这婚姻，你们周围的人做的都特别好，这是福气，就差俩字了：长大，长大，好吗？我觉得你俩啊，压根儿就没过日子，过啥日子了？钱整不明白，孩子带不明白，还想生2胎，这生娃是干啥呀？先生，就传宗接代养老的吗？生他不用去陪他教育他，给他创造好的条件吗？一个孩子生病都拿不出来住院的钱，2个孩子，你要把你爸你妈你弟怎么着耗干了耗尽了？2胎我建议先不要，行吗？先生，你什么时候把家里的账算清楚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我老大怎么带，老二怎么带，父母帮衬着，但是你们是带孩子的主角生力军，不能靠老人，他们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呢，对不对？盘算好日子，再往前走下一步。既然选择了婚姻，就要1负责任，2有规划，3彼此支持和鼓励。希望你们能真的把日子过到一块儿。刚才雷老师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我生儿子了。这一方面是我们在传统很多一些保守的文化当中觉得，哎呀，生了儿子了不起。另外，在当今2024年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一个女人依然以她生了儿子作为她特别大的一个价值，那你想想这背后她得多没价值。所以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我只有生了儿子才有价值，而我这时候我先生让我滚，他其实是映射了你自己内心的无价值感。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幻想当中把自己想得那么的大，又对于男人有那么多的过度的理想化，把他们也想得那么的大，那你就一定会去贬低他们，用贬低他的方式来去维系自己内在的夸大感。所以小姑娘，我倒挺建议你的那个想法，出去打工，到这个世界看一看，走出你那个2个小时的天涯漂泊的感觉，或许你就能知道原来你拥有的是多么的有价值。谢谢2位。你们俩现在日子啊，我认为没有过到一起去。当你们夫妻2人在一件事情上有各种分歧的时候，没有共同目标的时候，矛盾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不妨把要2胎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我们要实现它，我们需要做到2点。第一，知足；第2，知不足。知足是什么？夫妻之间要知足。你们明显存在着不认可对方的迹象，不够尊重。女生觉得老公你就挣那点钱，你没用，
还当着众人面前表露出这种状态。老公说你走，忽视了他作为母亲的重要性，对吗？他离得开这个家吗？这家能没有他吗？知不足，你们身上有太多的不足了。最大的不足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不知道规划你们的生活。明明孩子的住院费交不起，你能请客吃饭，你能给妹妹5000块钱的零花钱，谁会过这个家？你们都不会，你们就依托有一个好婆婆，有一个好兄弟，但是这是你们自己的家呀。我们要智慧的过自己的家呀，我们才有可能让现在的大宝过上幸福的生活，同时我们在规划二宝的到来，对吗？做到这点，你们家自然就能够幸福，并且能共享欢乐。好，听完我们情感疗愈团老师们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啊，那我们这2对情侣啊，这对夫妻，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继续携手前行，还是今天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们先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边来，有请2位。老师们觉得我们这第1组啊，这个小王和小陈他们会出来吗？情侣，哎，这有很多种可能。你说他俩会一起出来吗？你就继续好吗？还是说算了，我们不合适？我觉得悬了。我觉得悬。白老师，我觉得那男孩够悬。第1对儿我估计一起出来的可能性不大。那云龙老师看好吗？我看好第2对，我希望他们一块出来共同努力。这也不看好第1对。第2对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是2个长大的孩子，是吧？好，我们看看第1对情侣他们的选择是，请开门。好，我们看看第1对情侣他们的选择是，请开门。哎呦，没人了，没人了，没人。这还真是哈。你看都被你们说的吧。没有你吗？但是我们确实保卫的是爱情，他俩不适合不在一起也是好事儿，在寻找爱情，这是好事儿，对，好吧？那这还毕竟还年轻，对，那这还有机会。第2对应该没悬念了吧？没悬念，肯定没有，是吧？这么好的2大家庭，你们要不好好过，我觉得对不起，是吧？我们的期待。来看看我们第2组嘉宾的选择，请开门。啊！吓我一跳！哎，这手不牵着是什么意思呀？拉着手，拉手啊！这男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来，所以老师看你们2人出来都，包括我眼泪都快下来了。真的，希望你们2人会越来越好啊！那你俩得说2句，我们都这么祝福你们。我希望就是我们2个以后就是可以互相包容，可以互相理解一下，不用就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要多给彼此放点心里。对，晚上少出去跟人家喝酒吃饭，对，这个多在家陪老婆，共享快乐时光特别重要哈。这妻子有什么跟丈夫说的？我以后肯定会多理解我的老公，然后他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我们俩肯定以后会为了我们的小家而努力的。对，算和好了吧？我八卦一下，有没有刚才探讨那个2胎的事儿？要还是不要？要女生啊？要还是不要？要还不要？要，这现场报一个。这是一个目标，这是对，这是目标啊，不是说现在就要。行了，互相多体谅，多加油，在一起。年轻夫妻其实磕磕绊绊很正常，我们彼此感恩，彼此珍惜。我相信你们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好吧？好，肯定的，要不然中国就是夫妻相嘛。我觉得啊，就是媳妇儿多夸老公，一定要多夸。好男人也得夸出来的，好女人是哄出来的。然后这个先生听雷老师的话，晚上少出去，在家，但是在家不能只抱着手机，一定要抱着媳妇儿。那手机还得不抱怎么有？不抱着媳妇儿哪来的2胎？好了，祝福你们2位啊！也希望你们家人都平安幸福。再见，谢谢吴老师。别忘了多疼疼你们家里一些老人。对，对你们真的孝顺，太好了，孝顺。要惜福。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